你好，欢迎回来和我们一起听中文聊生活。你好，你今天想从什么话题开始？我可以先说一件有点不好意思的事吗？当然可以。上周我看到一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发了一条消息，他说自己买了一套房子。那一刻，我真的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失败。可是，那是你真正想要的房子吗？完全不是，我甚至不喜欢那个地区，所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条消息影响了我。我很理解。上个月我看到一位以前的同学升职了，我马上开始怀疑自己现在的工作。你想要他的职位吗？完全不想。看来我们都因为自己不想要的东西感到了压力。是的，听起来没有道理，但这种感觉很真实。问题可能从来不只是房子或工作，更像是看见别人向前走时，我们突然觉得自己落后了。好像别人都知道人生下一步该做什么，只有自己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这句话很准确，也有一点让人不舒服。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比较。为什么我们总会比较？为什么它会带来这么大的压力？比较有时也会带来动力，它到底什么时候有帮助？如果比较开始伤害我们，我们又能怎样回应？我们会用清楚自然的中文把这个问题慢慢讲明白。开始以前，你可以先想一个问题：你最近一次偷偷和谁比较了？那次比较真的给了你有用的信息吗？先别急着回答，我们从社交平台开始。你觉得为什么现在和别人比较更容易带来压力？以前没有社交平台时，我们主要和身边的人比较，可能是邻居、同学、朋友或同事。这些人是我们真正认识的人。对，现在我们每天都能看见大量陌生人的生活，他们住在不同城市，做着不同工作。有些人我们一生都不会真正见到。而且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他们完整的一天，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最好看的几秒钟。很少有人会在旅行照片旁边写自己出发前刚吵过架，也很少有人会在庆祝升职的照片下面写升职以前，我遇到过很多困难，我也曾经在深夜里哭。可是照片里通常只有晚餐、笑脸和好看的灯光。我们却拿自己混乱的一整天去和那张照片比较。这当然不是公平的比较。我觉得它有点像拿真实的房子和房子的照片比较。真实的房子里，水槽中可能还放着没洗的碗。照片里的房子只有阳光、鲜花和干净的桌子。照片没有错，只是它没有展示全部生活。可是，在看手机时，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。还有一个原因会让这种感觉反复出现，平台会根据我们看过的内容继续推荐相似的内容。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推荐系统吗？对，它是平台决定接下来让你看什么的一套方法。如果我常看买房或升职的内容，别人成功的消息就可能不断出现。我会一次又一次看见别人领先的时刻。对，落后感也可能跟着反复出现。而且我们也可能因此多看一会儿。所以有些比较并不是我们主动选择的，它会在相似内容不断出现时慢慢发生。这样说起来有一点可怕，因为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在轻松的看手机，实际上屏幕有时像一面特别的镜子。一面总让我觉得自己稍微落后的镜子。没错。不过，买房的人和升职的人可能没有任何恶意。当然，他们只是在分享自己的好消息。问题不是他们故意让我难过，问题是我拿他们最精彩的时刻和自己的完整生活比较。你知道自己有多疲惫，心情有多差，也知道每个月有哪些账单要付。你看见的却只是对方的笑容、成功和整洁的房间。你没有看见他们为这些结果付出的努力，也没有看见结果背后的压力。有人每个月要还房贷，有人正在承受很大的工作压力。于是你会突然觉得自己跟不上别人，过得也没有别人那么好。可是现实没有发生任何变化，那条消息只改变了你看待生活的方式。
不过，我想提出一个不同的看法。请说。比较是不是一定有害？有些比较确实给过我动力。你想到什么经历？有一位朋友以前很少运动，后来他开始跑步，也变得越来越健康。看到他的变化时，我没有感到嫉妒，我反而想，原来普通人也能做到。所以那次比较提供了有用的信息。对，他让我看见一条路，不只是看见一个差距。这个反例很重要，这说明比较不一定只会带来压力。那么为什么有些比较会带来动力，有些却只会增加压力？关键在于你能不能通过对方的经历，知道自己下一步可以做什么。那位朋友的经历为什么能给我动力？因为你知道他以前也很少运动，你是不是也看见他花了不少时间坚持运动？是的，我知道，他的改变不是一下子发生的。对，他的经历会让你想到自己也可以开始运动。可是，如果你在网上看见陌生人的大房子呢？我可能只能看见结果，却不知道他为了买房做过哪些努力。这样的比较很难告诉你下一步可以做什么，它只让你看见两个人现在的差距。我明白了，看到对方付出了努力，我们才知道结果不是轻易得到的。如果还能找到自己可以做的第一步，这种比较才可能带来动力。如果只看到别人的结果，我们很容易感到压力，也会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。不满这个词听起来有一点重。是的，不过这个词很准确。心里那句为什么不是我，可能慢慢变成不满。我们当然不希望自己嫉妒朋友，也不希望自己对陌生人感到不满。当然，可是不喜欢这些感受，不代表他们不会出现。如果我只对自己说不要再比较了，有用吗？听起来很好，实际上很难做到。人的大脑会自然地注意到相同点和不同点，比较也是我们了解自己所处位置的一种方式。所以，目标不是永远不比较。目标是注意自己在和谁比较，还要判断这是不是一次公平的比较。不要拿自己的完整生活和别人的最好几秒钟比较。更有用的问题是，这次比较对我有帮助，还是只会增加压力？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停止比较，可以怎样做？我现在会先做一件事，发现自己在和网上的陌生人比较时，我会换一个比较对象。你会和谁比较？我会和1年前的自己比较，这样比较确实更公平。因为我真正了解过去的自己。我可以问，现在的我比去年的我有进步吗？我们不一定在每个方面都有进步，当然，不过通常能找到一些真实的小变化，至少你很了解过去和现在的真实情况。而且它会让人看见平时容易忽略的进步。比如，现在的我比以前更冷静，说话时也更有信心。这些变化不一定会得到掌声，他们在社交平台上也可能看起来不够精彩，但它们确实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。小进步也应该被看见。除了和过去的自己比较，还能做什么？我也会调整自己每天看见的内容。如果一个账号每次都让我觉得自己很差，我会停止关注。你会告诉对方吗？不会，我不会公开批评，也不会制造冲突。我只是选择以后不再看这个账号的内容。这个做法很简单，却不一定容易。因为我们有时会觉得停止关注别人不太礼貌。可是对方通常根本不会知道。对，一直关注一个账号并不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可以选择每天接收哪些信息，也可以决定哪些账号适合留在关注列表里。还有一个问题也很重要，我们可以问问自己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？可以用升职的例子说明吗？可以，看到别人升职后，我难过是因为我真的想要那份工作吗？还是我只是害怕自己落在别人后面？面对这两种情况，我们需要采用不同的做法。对，有时仔细想一想，我们会发现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如果我真的想承担更多责任，我可以先了解这份工作需要哪些能力，再选择一项自己需要提高的能力，开始学习和练习。
那如果我只是害怕自己落在别人后面呢？我会先问自己，如果我没有看到这条升职消息，我还会想要那份工作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难过更可能来自比较。这不一定说明我真的不满意现在的工作。这时可以暂时不看那条消息，把注意力放回自己的计划。也可以和1年前的自己比较，看看自己已经有了哪些进步。对，这样就不必一看到别人走得更快，就马上改变自己的方向。我们把3种回应方式放在一起看看。第一，和过去的自己比较。第二，选择自己每天接收哪些信息。第三，问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。重点不是完全停止比较，而是主动选择比较对象，并问更有用的问题。这些方法在日常生活中都能用到。现在回到开场时的问题，你因为看到别人买房的消息，觉得自己很失败。我因为看到以前的同学升职的消息，开始怀疑现在的工作。可是我并不想要那套房子。我也不想要那份工作。真正让我们难过的是，我们在那一刻觉得别人都在向前。我们拿自己的完整生活和别人最好看的几秒钟比较。所以，比较有时能带来动力，有时只会带来压力。如果一次比较让我们看见别人怎样努力，我们可以从中学习。如果它只让我们看见差距，就需要换一种比较方式。我们可能永远不能完全停止和别人比较。不过，下次因为别人成功而感到落后时，可以先问自己：我真的想要对方拥有的东西吗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就先做一件自己现在就能做的事。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就把注意力放回自己的计划。还可以问：我看见了对方的努力过程，还是只看见结果？如果一次比较能让你知道下一步可以做什么，它也许能给你一些帮助。如果一次比较只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好，就可以暂时停止这种比较。如果同一个账号不断带来压力，也可以停止关注。最后，请你想一想，你有没有看到别人拥有某样东西，就开始和对方比较？后来，你是不是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想要那样东西？哪一种比较真正给过你动力？欢迎在评论区用中文分享你的真实经历。如果这期节目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感谢你和我们一起听中文，也期望你看见自己的进步。不要只因为看到别人生活中的精彩片段，就否定自己的生活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我们下次见，再见。那是自由的旋律，带着微笑的一曲，我们要去，就从这里出发，寻找好天气，写下一首轻快的舞曲，不需要什么言语，只要这节奏在继续，让世界都安静，听此刻的心境，让阳光都放晴，看最美